每当寒流来袭，新闻里经常传出长者猝死的消息，冬天成了心血管意外的高峰期。气温骤降时，医院急诊常在几天内涌入大量心肌梗塞与中风患者。研究指出，气温每降低1度，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增加约 1%。若遇上强烈寒流，短短几天内可能夺走上百条性命。想象一下，平静的冬夜，有些人只是睡了一觉，清晨却怎么也无法醒来，或是起身上个厕所，就突然倒地，没了呼吸。这些让人猝不及防的憾事，其实背后都有迹可循。寒冷为什么这么可怕？原因在于低温对人体的3重打击。第一重，血管剧烈收缩，冷空气刺激皮肤末梢神经，引起全身小动脉收缩，导致血压飙升。高压之下，心脏仿佛一台负载过重的水泵，被迫更加卖力地把血液打到全身。第二重，血液变粘稠。天冷时，人体出汗减少，加上交感神经作用使血糖、血脂升高，血液粘度也跟着上升。粘稠的血液在狭窄的血管中流动，如同泥浆在细管中穿行，极易形成血栓、血块。第三重，交感神经亢奋，人在寒冷时会不自主发抖，心跳加快，正是交感神经的作用，这让心脏跳动更快、更用力，进一步提高耗氧量和血压负荷。以上3点联合作用，对心血管系统形成致命的风暴。隐伏的血管狭窄可能突然被血栓堵死，引发心肌梗塞或中风。心脏节律也可能因神经过度刺激而失控，出现严重心律不整。寒冬中，心血管猝死往往不是毫无预警，而是一系列小状况累积爆发的结果。请不要以为只有体弱多病的高龄者才需要担心。名医提醒，猝死并非老年人的专利，年轻人若有潜在心脏问题或不良生活习惯，一样可能在寒冬中遭遇不测。事实上，从70几岁的长者到30-40岁的壮年，甚至大学生与职场精英，都曾是冬季猝死的受害者。重症医师分享，在急诊回溯病例时，家属常说前几天就觉得他怪怪的，但说不出哪里不对。这句话几乎成了冬季猝死的共同前奏。那些被忽略的小毛病，其实正是警讯：莫名的疲倦，胸口隐隐的不适，清晨起床时一阵心悸头晕。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多一分敏感，也许悲剧就能提早避免。那么，冬天最容易猝死的3种人究竟是哪些族群呢？许多人第一直觉会说，是不是70-80岁以上的超高龄者？其实不完全是年龄问题，而是特定健康状况，让一些人特别脆弱。下面就让我们细数这3大高危人群，每一种都潜伏在你我周遭，甚至我们自己也可能名列其中。了解原因后，我们也会谈谈如何防范，帮助家中长辈和自己平安度过寒冬。第一种人，隐藏炸弹冠状动脉心脏病患者。心脏病可不是少数人才有的罕见疾病，其实它是中老年人中最常见的隐形炸弹，尤其是冠状动脉心脏病，也称冠心病，很多老人家或多或少都有一点。这种病是指供应心脏的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硬化狭窄，导致血流不顺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血管内壁就像水管生锈一样，逐渐堆积锈垢，形成粥样斑块。平时如果斑块不大，可能没明显症状，甚至不知道自己血管已经变窄。然而，这颗炸弹一旦在冬天引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情境。65岁的王伯伯平常有高血压和高血脂，但他自觉身体硬朗，每天清晨都有在公园快走运动的习惯。某个寒冷清晨，王伯伯像往常一样出门运动，气温只有摄氏5度。他刚开始快走不到10分钟，就突然觉得胸口像被大石压住，喘不过气，接着大汗淋漓，脸色发白，随即摔倒在地。路人发现时，他已经失去意识，没有了呼吸心跳，这其实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猝死。尽管救护人员赶到进行了心肺复苏，但黄金抢救时间只有短短数分钟，王伯伯仍不幸离世，让家人非常震惊与自责。王伯伯的悲剧其实并非没有蛛丝马迹，他属于冠状动脉疾病高危人群，高血压、血脂高，加上年逾60，这些都是冠状动脉硬化的温床。年轻时血管弹性好，
即使有一点脂肪，省级影响不大，但年纪越大，斑块越不稳定，再碰上寒冬，血管剧烈收缩，本来勉强通过的血液一下就被堵死。更可怕的是，低温和运动引发的交感神经风暴，可能让斑块表面破裂，血液立即在破损处形成大血块，瞬间完全堵塞血管。此时心脏的供氧被切断，心肌大面积坏死，引发剧烈的胸痛和心律失常。很多患者来不及送医，第一下心跳停止就是最后一下，这就是所谓猝死。要知道，心肌梗塞可是冬天头号杀手。心脏科医师统计，在寒流期间，心肌梗塞的发生率会明显飙升。许多案例中，患者发作前几天其实出现过警讯，例如胸口偶尔有闷胀或压迫感，但因为没有典型刺痛，大多数人以为只是胃不好或天冷气闷，又或者走路变得特别容易喘、容易疲劳，这些小毛病都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的早期信号。不幸的是，很多人疏忽了这些征兆，直到某天寒冷清晨，心脏在剧烈刺激下再也撑不住，突然停止。那么，冠心病患者冬天该注意什么？首先，如果已经确诊有狭心症，装过心血管支架或曾经心肌梗塞治疗过，更要严阵以待，避免清晨过早出门运动，因为清晨是交感神经最活跃、血压最高的时段，加上室外温度低，危险加倍。建议等太阳出来，气温回升后再活动。运动时也务必先暖身，戴好帽子和手套保持体温。其次，不要逞强做剧烈的动作。冬天很多长者喜欢一早打太极或快走，其实强度适中尚可，但千万别在冷风中突然提重物或高速跑跳，这会让心脏负荷猛增。家人也要特别叮嘱长辈，像提水桶、搬重物、爬很多楼梯这类费力的事，在寒冷天气里尽量避免或减缓进行。有人或许听过一些救心妙方，例如民间流传心脏病发作时用力咳嗽可以自救等等。名医特别提醒，这类偏方并不可靠。当怀疑自己出现心肌梗塞征兆时，正确的自救动作是立刻停止一切活动，原地休息并寻求协助。如果身旁有人，马上让对方拨打急救电话，像台湾叫119，并取来舌下含服的消化甘油或速效救心丸。若平时医嘱有开这类药，千万不要硬撑，更不要自己开车去医院，以免半路失去意识发生车祸。争取黄金10分钟是关键，早1秒呼救就多1分生机。一旦身边有人突然倒下，疑似心搏停止，旁人务必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CPR。 冬天室外猝倒的患者，常因为大家怕冷或慌乱而错失及时施救的良机。事实上，此刻唯一的救命关键就是不间断的胸外按压，维持一些血流直到医护人员到来。许多地铁站、公园或社区都有设置自动体外心脏电击器 AED， 如果会使用，更应该赶快拿来对患者电击除颤。简单来说，对抗心脏猝死最有效的不是偏方，而是及时求救加 CPR 加 AED。 学会这一连串正确动作，关键时刻真的能提高存活率。对冠心病患者和有心血管高风险的人来说，日常保养也能大幅降低冬季猝死几率。平日请确实服药控制血压、血糖、胆固醇，不要嫌药烦就自行停药。定期门诊追踪非常重要，不要因为天冷就中断复诊。饮食方面，戒烟限酒，少吃油炸烧烤、咸酥重口味的食物，多吃蔬果和富含 Omega-3 的不饱和脂肪，维持良好生活习惯。冬季虽寒，也别整日窝在被窝里不动，适度室内活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但作息要规律，保证睡眠，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。只要把身体状态调整在平稳区间，寒流来袭时，心脏才不会被一击击倒。第二种人，心脏有窄门瓣膜狭窄患者。谈到冬季猝死，大部分人只想到心肌梗塞和中风，其实还有一类沉默杀手容易被忽略，那就是心脏瓣膜疾病。在瓣膜疾病中，主动脉瓣狭窄尤其凶险，因为它可能让患者在毫无预警下突然晕倒，甚至猝死。您或许好奇瓣膜是什么，为何会要人命？我们可以把心脏想象成一座4室小房间，而瓣膜就是门户。主动脉瓣这扇门位于左心室，
通往全身的大动脉口。每当心脏收缩时，门打开把血液送出；心脏舒张时，门关闭防止血液回流。如果这扇门生了锈，变得狭窄，心脏要用更大力气才能把血挤出去，全身器官也可能供血不足。主动脉瓣狭窄好发于两种族群，第一种是高龄族群，60-70岁以上的长者，由于钙化和退化，主动脉瓣的瓣叶变厚变硬，逐渐开启不全，就像老旧的门板关节锈死一样。许多老人家以为自己只是上了年纪，体力差，走路容易喘，胸口偶尔不舒服，其实问题出在心脏的门关不开了。第二种族群则比较年轻，通常是先天2片式主动脉瓣，正常应是3片瓣，或者年轻时有风湿热造成瓣膜损伤。他们可能在50几岁甚至更早就出现主动脉瓣狭窄的现象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年轻女性也可能受影响，例如有些女性在产后发现心脏杂音，检查出瓣膜问题，或原本瘦弱女性因为瓣膜先天畸形，中年后突然症状显现。总之，别以为瓣膜病离年轻人很远，只是整体而言，老年患者更多见而已。主动脉瓣狭窄早期常没有明显症状，是一种潜伏的危机。很多人直到狭窄程度达到中重度，才会开始出现3大经典症状。一是运动时胸闷胸痛，因瓣膜口过窄，心脏供血跟不上肌肉需氧。二是容易晕厥，稍微快走或情绪激动，就可能突然眼前发黑昏倒，这是心输出受限导致血压骤降的结果。三是呼吸困难，尤其夜间喘醒，瓣膜狭窄让血液回流到肺部，引起肺水肿，所以患者平躺时会感到喘，需要坐起来呼吸。可怕的是，许多长者把这些警讯误以为是一般老毛病，胸闷当作胃食道逆流，晕厥说成低血糖或贫血，喘则以为是慢性支气管炎，结果该治疗时没治疗，瓣膜狭窄继续恶化。一旦进入严重狭窄期，医学统计显示，没有及时治疗的患者，平均寿命不到3年，而且可能随时猝死，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。为何冬天对瓣膜狭窄患者特别不友善？道理很简单，低温让血管缩，血压升，心脏要把血液挤过那扇狭窄的门本就费劲，外界血压还更高，更是难上加难。就好比一群人挤在窄门通道，本来就挤不过去，外面还有人使劲往里推，里面的人当然出不来。所以寒流天气，瓣膜严重狭窄的人极易出现晕厥或猝死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寒冬清晨起床，用力解便或提重物，结果突然晕倒在浴室，或者有些长辈天冷时从暖和的室内走到户外，血压瞬间上升，再走几步路就倒下了。事后检查心脏，才发现元凶是主动脉瓣几乎开不了口，心脏早已不堪重负。那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瓣膜狭窄呢？体检时，医生用听诊器听心脏，如果听到特殊的杂音，粗糙的射出性杂音，会怀疑主动脉瓣问题，再安排超音波检查心脏。心脏超音波是确诊瓣膜病的利器，可以直接看到瓣膜开合状况，测量瓣口面积和血流速度。有些长辈或许早年体检被告知心脏有杂音，要注意，千万别掉以轻心，应定期追踪超音波，以了解狭窄是否加重。一旦发现狭窄达到重度，一般定义瓣口面积小于1平方公分，或压力阶差超过40毫米汞柱，即使症状不明显，也应尽早和心脏科医师讨论治疗方案。提到治疗，很多人闻之色变，以为瓣膜问题非得开心脏破胸才能处理。其实医学进步已经带来多种解决办法。传统方式是心脏外科开胸换瓣膜，把坏掉的瓣膜切掉，缝上一个新瓣膜。有2种人工瓣膜可选，机械瓣膜，金属材质，耐用，但需终身服用抗凝血药，或生物瓣膜，取自牛心包或猪心瓣，较接近人体组织，不需长期抗凝，但寿命约10到15年。选择哪种瓣膜要考量患者年龄、生活形态和经济状况等。一般而言，年轻患者，例如60岁以下，若身体状况允许，多半选择机械瓣膜，因为能耐久不用再换。高龄患者则倾向生物瓣膜，避免抗凝药带来脑出血风险。不过，开胸手术对80岁以上或有其他重病的人来说风险较高，
近年出现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TAVR， 只需从大腿动脉穿管，不用开胸就能把折叠的人工瓣膜送到心脏，在旧瓣膜处张开置换，过程类似心导管介入。这项技术造福了许多高龄不能开刀的病患，像90岁高龄爷爷奶奶照样可以换瓣膜，重获新生。台湾健保目前也给付一定条件下的 TAVR 手术，减轻病人经济负担。当然，瓣膜狭窄及早治疗非常重要。有数据显示，严重主动脉瓣狭窄一旦出现症状，2年存活率不到50%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害怕手术就一拖再拖，错过了身体尚能承受治疗的时机。医师常说，换一个瓣膜换回的是10几年的寿命品质。现在技术这么发达，不论外科手术或导管治疗，风险都大幅降低，恢复速度也比过去快很多。与其冒着随时倒下的风险苦撑，不如勇敢面对治疗，把那扇窄门换成宽敞大道。最后要提醒的是，瓣膜狭窄患者务必注意冬季生活细节。首先，刚提过激烈运动或举重禁忌，名医也特别强调，不是每个心脏病患都适合重训，说的就是瓣膜病人。像深蹲抱石、举哑铃这类出力憋气的动作，会让瞬间血压飙高，狭窄瓣膜根本负荷不了，可能当场晕厥猝死。所以有瓣膜问题的人要以散步、伸展、轻强度的有氧运动为主，避免无氧用力的项目。其次，防寒保暖要做好，天冷时别让自己突然暴露在寒风中，更不要泡太热的澡后立刻到冷环境，温差巨变对循环非常不利。出门一定添衣围巾，特别早起夜眠时保持室内一定温度，减少血管收缩的剧烈刺激。再来，留意症状变化，如果觉得最近胸闷发作频繁，头晕加重或体能明显下降，表示瓣膜狭窄可能恶化，应立即就医检查，千万别自己撑着。透过以上措施，瓣膜病患也能较平安地度过严冬，不让那扇窄门成为夺命之门。第三种人，三高与压力足、血管隐患累积者。除了已知的心脏病患者，还有一群人往往忽略自己正站在猝死风口。他们可能没有被诊断严重心脏病，平时也能正常生活工作，但体内潜伏着多重心血管风险因子，我们姑且称之为三高与压力足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具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血脂异常这些三高问题，或长期抽烟、熬夜、工作压力大的族群。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慢性问题，因为不会立即致命，往往被轻忽，但他们在寒冬中却可能累积到临界点，引爆猝死悲剧。高血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台湾60岁以上的人有相当高比例罹患高血压，但许多人觉得没什么症状就不规律吃药。试想，一条水管长期承受高压水流的冲击，本来就已岌岌可危，到了冬天水压更高，水管就更容易爆管。我们的血管易燃，持续的高血压使动脉壁变得硬化脆弱，一遇寒冷加压，最怕发生2种致命情况，一是前面提到的脑中风，二是主动脉剥离、主动脉剖开。特别是主动脉剥离，它就像水管被水压撑到破裂，血液在血管壁内层冲出一条裂缝，一路劈开动脉壁。这种情况下，患者常在毫无预警中突然感到胸口或背部撕裂般剧痛，血压瞬间下降，休克昏迷。主动脉剥离是医学急症中死亡率极高的，稍有延误可能几小时内人就不在了。冬天天气冷，血压波动剧烈，是诱发这类恶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高血压患者尤其清晨起床时要小心，别猛地从被窝弹起，最好赖床几分钟，暖和一下再慢慢坐起，给血管一个缓冲适应的时间。再说说高血脂与糖尿病。高血脂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，高血糖则会破坏血管内皮，两者都在促成血管堵塞的过程。到了冬季，血脂原本就会上升，天冷身体代谢改变，胆固醇容易升高。假如平时又爱吃大鱼大肉、火锅烧烤进补，血脂和血糖一起飙高，血管就像被倒进粘稠的砂糖，油浆流速明显变慢，形成血栓的几率猛增。难怪医师调侃地说，冬天吃太饱也可能出人命。确实，
每年过年围炉或尾牙聚餐后，就有长辈在饭后出现中风或心肌梗塞。吃的过量使交感神经兴奋，加上血糖、血脂骤升，对心血管来说是很大负荷。因此，有三高的朋友在冬天应该管住嘴，美食当前也别暴饮暴食。享用年菜火锅时，记得7分饱就好，少喝太咸的汤头，甜点少夹一块，酒也浅尝即可，不要盼酒暖身，酒精反而让血管忽缩忽张，更危险。生活习惯方面，抽烟和睡眠呼吸中止症是2个杀手。抽烟的人血管收缩本来就严重，寒冬吸烟更是雪上加霜。一支烟就能让周边血管瞬间收缩，血压升高，心率加快，增加血栓形成风险。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某人大清早跑去阳台抽烟，结果突然倒地猝死。寒风加尼古丁的双重夹击，心脏真的吃不消。戒烟对中老年人来说永远不嫌迟，只要戒掉，心血管风险都会逐年下降。再谈睡眠呼吸中止，它常和肥胖、打鼾有关。很多中年男性晚上睡觉鼾声如雷，其实不时出现呼吸暂停，导致血氧下降，交感神经飙高，半夜心跳、血压乱窜。冬天天冷，本就让睡眠变浅，交感偏高。如果再合并呼吸中止症，夜间猝死的危险更高。有这种问题的人应尽早治疗，例如使用睡眠呼吸器，也避免仰睡、高枕。冬天睡觉环境保持适中温度，减少诱发因素。最后还有2个看不见的元凶：压力和睡眠不足。现代人工作压力大，精神紧绷，身体长期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状态，相当于始终踩着油门在运转。一旦又遇到寒流这样的额外压力，人就像紧绷的橡皮筋被突然用力一拉，最容易断裂。有统计指出，重大天灾或经济崩盘等事件后，心脏病发作率会上升。可见心理压力确实能引发生理的心血管事件。至于睡眠，冬天很多人反而因节日聚会多、赶工结案而睡得更少，或者熬夜、打麻将、追剧，把生理时钟搞乱。睡眠不足会削弱自律神经的调节功能，也会使血管内皮功能变差，短期内血压、血糖都会走样。更不用说熬夜本身也是交感神经超载。试问，一台机器马达马不停蹄运转，加上外界环境寒冷恶劣，它怎能不出毛病？因此，冬季更应该保持充足且高品质的睡眠，给心脏和血管充分的休息时间。如果连续几天忙碌后感到心悸难安，那就是身体在按警报了。务必要强制自己放松，早睡几天，把交感神经熄火，不要让身体处在猝死的临界点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年轻人也需要担心吗？没错，以上这些风险不只影响老年人，年轻族群中因不良习惯导致心血管年龄超标的大有人在。30多岁就动脉硬化，40岁不到血压飙高的人并不罕见。冬天急诊里也出现过年仅30岁的心肌梗塞病人，他平时高压工作，长期熬夜，还抽2包烟，体检就有3高前兆，却没管，结果一场寒流就击垮了他的心脏。所以千万不要仗着年轻就透支健康。如果你身上已经集齐了3高、抽烟、熬夜、肥胖这些猝死危险因子，那你其实和60多岁的心血管状态差不多了。冬天对你而言同样潜伏着危机。幸运的是，年轻的可塑性高，只要现在开始调整生活，很多损害都还来得及逆转。把血压、血脂控制下来，多运动戒烟，正常作息减压，你的血管弹性和心脏功能都会改善，猝死风险线也会下降。既然这第3种人覆盖范围这么广，我们每个人都该检视自己有没有中招。医师列出8大高风险族群：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患者，有抽烟史者，有早发心脏病家族史者，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者，长期压力大者，长期睡眠不足者。对照看看您中了几项，如果有，一定要提高警觉。在寒冬时节，更要小心身体发出的任何不寻常感觉。之前提过的各种猝死前兆，莫名疲倦、胸闷压迫、清晨心悸盗汗、短暂头晕眼黑、睡眠品质骤降等等，只要出现就不要忙着帮他找借口，不要再说可能年纪大了，
大概最近感冒之类自我安慰的话，而应该视作红色警报，赶快去做检查。宁可白跑医院得到虚惊一场的结果，也不要错失身体给你的求救讯号。记住医生的一句忠告，冬天出现的新症状，不要急着找借口，唯有这样才能避免遗憾发生。了解了冬天猝死的高危族群，我们更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心脏。以下提供几个实用的小贴士，帮助大家安全度冬。保暖从头开始，冬天外出，千万别只顾着穿厚外套，却忘了头颈四肢。体温大部分是从头部和颈部散失的，冷风吹头会引起全身血管收缩。出门请戴上帽子、围巾、口罩、手套也戴起来，特别是高龄者，更要把自己包暖和，再勇敢迎接寒风。室内也要注意温差，不要在温暖的被窝里突然起身去碰冰冷的地板，可在床边放双拖鞋和外套，起床先穿好再走动。饮食护心妙招，寒冬进补要适度，切忌大鱼大肉无节制。低盐均衡饮食是保护心脏的不二法门。名医也特别推荐护心五宝天然食物，每天饮食中不妨加入：第一，富含 Omega-3 脂肪酸的深海鱼，如鲑鱼、青鱼或亚麻仁籽、核桃等，可以抗发炎、降三酸甘油酯，预防血栓形成。一周至少吃2次鱼，对心血管大有益处。第二，坚果和种子，杏仁、腰果、南瓜子等，提供优质的不饱和脂肪和矿物质，有助提高好胆固醇，但适量即可，每天一小把，避免热量过多。第三，各种深色蔬果，像菠菜、花椰菜、蓝莓、葡萄、甜菜根、番茄等，富含抗氧化的多酚、花青素、茄红素，能清除自由基，保护血管弹性。每天至少5份蔬果，色彩越缤纷越好。第四，选择健康油脂，用油上多用橄榄油、苦茶油、芥花油等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油，少用猪油、牛油等饱和油。炒菜宜清淡，或以橄榄油凉拌沙拉。好的油脂能降低坏胆固醇，滋养血管。第五，高纤全谷类如燕麦、糙米、薏仁及富含钾离子的豆类、香蕉、地瓜等，有助稳定血压、代谢胆固醇。把白米饭部分换成糙米杂粮饭，就是简单的改变。这5宝食物均为大自然对心脏的馈赠，持之以恒摄取，可以打造强韧的心血管，在寒冬也不怕风霜。聪明运动、适度运动能强化心肺功能，但冬天运动要讲究技巧。运动时间最好选在太阳出来之后，气温较高的白天时段，避免一大早或深夜寒风中锻炼。运动前一定做好热身，先在室内活动筋骨，等身体微微发热再出去。运动时注意保暖层次，可穿洋葱式多层衣物，微热时脱一件，休息时再穿上，别让身体忽冷忽热。关于运动强度，可以参考220减去年龄的心率公式来估算最高心跳，再取其60%到 70% 作为有氧运动目标心率。比如60岁的人，最大心率约160，下限强度约每分钟96下心跳。当然不必拘泥数字，可以用自我感觉运动时能微喘但还说得出话，表示强度适中。如果喘到讲不出一句整话或胸口不适，就太用力了。医师提供一个强心运动小配方，每周累积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例如每天快走30分钟，一周5天，加上2天休息或轻松散步，这样的运动量对心脏最好，不多不少。切记贵在恒久，不要周末一次过量运动透支，反而危险。还有前面提到，有心脏病或风险的人避免重训憋气，如果要做肌力训练，应在专业指导下进行轻量多次数的方式，并且全程正常呼吸，不要憋住气用力。掌握3个关键时刻，冬天猝死的危险不只在谁，而也在何时。专家指出了3个高风险时段需要特别留意。第一，清晨刚起床，此时是一天中交感神经最活跃的时刻，加上体位改变，容易血压骤升，心跳加快，建议养成慢起床习惯。醒来后，先在床上躺1-2分钟，伸展四肢，再慢慢坐起，双腿下垂，床缘
等眉头晕再站起走动，如此循序渐进，可以避免体位性低血压或血压猛冲导致的意外。第二，夜间如厕或洗澡，半夜从温暖的被窝出来上厕所，是长者猝死的常见场景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夜里气温更低，加上从暖寒房间走进寒凉浴厕，温差刺激强烈，容易引发心律不整或血管痉挛。对策是在寒流期间保持室内一定温度，特别是浴室装设暖灯或暖风机，起夜时先披件衣服，动作放缓。洗澡则尽量不要太晚，水温别过高，也别洗太久，更不能蒸完热腾腾的山，温暖后马上冲到室外吹冷风。第三，饭后与凌晨，饱餐一顿后，身体大量血液涌向肠胃，心脏供血暂时减少，此时心血管事件也不少见。另外，凌晨3、4点是迷走神经活性高峰，有些有心律不整或心衰的患者容易在后半夜发作。这些时刻我们无法避免，但可以透过规律作息和适度进食减轻影响。不要在深夜还暴饮暴食，睡前3小时尽量不吃大餐，保持睡眠环境安稳，半夜别突然受惊吓或剧烈起身。有在使用夜间 CPAP 呼吸器或氧气的患者，更要确保设备正常运作。做好这些，就能让危险时刻平安度过。总而言之，冬天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对健康风险掉以轻心。回顾以上内容，冬天最容易猝死的3种人：冠心病患者、瓣膜狭窄患者以及三高与不良生活习惯缠身者，其实很多就在我们身边，甚至就是此刻阅读文章的您我。但千万别因此恐惧，正确的态度是提高警觉并采取行动。医学在进步，只要及时发现问题，无论是堵塞的血管还是狭窄的瓣膜，都有办法处理。生活习惯也从来不嫌晚改善，只要开始改变，就有机会扭转命运。冬天可以是围炉取暖，与家人共享天伦的美好季节。我们所要做的，就是提前替心脏穿好防寒衣。当别人缩手缩脚怕冷时，我们因为准备充分，依然可以精神抖擞地迎接每一个冬日清晨的阳光。希望看到这里的每位朋友都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，让家中长辈也得到您的提醒和照顾。这个冬天，让我们一起平安度过，健健康康，绝不让猝死的阴影靠近我们所爱的人。记住，小心预防千万条，胜过事后一把。做好预防，冬天也能温暖而安心。祝大家都能暖暖地、平平安安地迈过寒冬，迎接充满活力的春天。